而家嘅市況最反直覺嘅地方係同一桶油打喺唔同人身上，痛嘅部位完全唔同。咁係咪代表全球宏觀呢個概念已經名存實亡？好，喺我哋正式開始之前，照舊要提一提大家，本節目所有內容都係我個人嘅分析同觀察，只作資訊交流用途，並唔構成任何投資建議。投資涉及風險，大家做任何決定之前，記得要做足自己嘅功課，衡量翻自己嘅風險承受能力。當然，最重要嘅係，如果你覺得我嘅分析對你有幫助，就記得 comment、like 同 share， 再訂閱我哋嘅頻道，咁就唔會錯過我哋每個禮拜嘅深度市場分析啦。今個星期全球市場最戲劇性嘅一幕，唔係央行行長講咗乜 talking point， 而係布蘭特原油幾個交易日之內先衝穿100美元一桶，之後又回落到96至97美元附近。同一格日曆上仲擠住3件事：歐洲央行即係 ECB 喺7月23號按兵不動，美國聯儲局就喺7月28至29日嘅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之前，被市場重新定價鷹派風險。同時間，中國喺7月23至24日喺台灣海峽福建東山島一帶做咗2日實彈演習。呢4件事表面睇各講各話，但其實共用同一條暗線。全球正同時經歷能源供應側衝擊，亦都經歷地緣風險日價再定價，而各大經濟體面對同一個衝擊，政策反應函數即係 reaction function 出現教科書級分化。真正值得講嘅唔係油價本身，而係點解同一桶油打喺唔同人身上，痛嘅部位完全唔同。好，先講清楚背景。同一枚炸彈有3種爆發。美伊衝突推高嘅係輸入性通脹預期，聯儲局本身利率已經喺 3.50 至 3.75 高原上。對美國嚟講，油價就係舊病復發，即係通脹條尾又再翹起嚟。呢個就係7月28至29日 FOMC 最頭痛嘅變數。本來啱啱想討論減息路徑，油價一巴掌打落嚟，消費物價指數即係 CPI 預期就好似被打返原形咁。ECB 嘅處境更加微妙。7月23號佢維持存款利率 2.25%， 主要再融資利率就維持 2.40%。歐洲本身係能源淨進口重災區，啱啱先由上一輪能源危機入邊喘翻啖氣，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即係 PTSD 仲未完全散晒，所以 ECB 嘅按兵不動唔係好從容，而係被夾住。一邊係油價推高通脹，另一邊係高息已經壓住增長。到中國就係第3種爆發。中國係全球最大原油進口國，油價升理論上應該係順利淡，但係中國人民銀行即係 PBOC 喺7月20日左右，連續第14個月維持貸款市場報價利率即係 LPR 不變，1年期係 3.0%， 5年期係 3.5%， 擺出嚟嘅姿態就係穩字當頭，彈藥留守。而就喺呢個時間，台海演習作為第2條壓力線登場。演習本身嘅經濟衝擊有限，但佢係一個放大器，令北京制定宏觀政策嘅時候唔可以只睇增長，仲要同時睇金融穩定，亦都要睇地緣不確定性。主流西方財經媒體呢幾日嘅敘事大概係咁：中國增長失速，加上地緣冒進，所以風險資產應該折讓。但老實講，呢一種講法太線性，將台海演習直接翻譯成中國經濟即將出事，呢個係偷懶嘅推論，因為佢混淆咗2件事。風險日價上升唔等於基本面惡化，演習抬高嘅係尾部風險定價，唔等於第3季即係 Q3 社會零售額會因此跌1個百分點。呢個區別就係今集第一個支點。好，講完咗背景，我哋而家講最硬核嘅部分。3大央行嘅分化根源唔係邊個英明，而係目標函數，即係 objective function 完全唔同。Fed 同 ECB 嘅核心關鍵績效指標，即係 KPI， 仍然係通脹回到 2%。油價每上1級，佢哋嘅損失函數即係 loss function 入面，通脹超標嗰項權重就會跳升。所以你見到利率期貨市場喺油價破百之後，明顯上調 Fed 鷹派機率。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嘅 Fed Watch 工具顯示加息或者維持高位路徑嘅機率一度升到約 38%， 之後又跟住油價回落而波動啦。西方央行而家嘅煩惱本質係復甦已成，只怕通脹調尾，呢種其實係奢侈嘅煩惱。中國嘅目標函數就完全相反，第2季即係 Q2， 國內生產總值 GDP 同比只有 4.3%， 低過市場預期，亦低過官方 4.5 至 5% 嘅舒適區間。呢個係近年偏慢嘅季度之一，消費同投資都弱。比較有韌性嘅反而係出口，當中包括人工智能，即係 AI 相關產品。當你最大敵人係通縮同內需不振，油價上升帶嚟嗰少少輸入性通脹，某程度上甚至順手對沖通縮壓力。當然呢個係苦中作樂，真正令 PBOC 唔敢喐嘅唔係油價，而係一旦減息，人民幣匯率會更難守，因為前面有美元高息，後面又有地緣風險日價，所以連續14個月唔喐 LPR 唔係單純遲鈍，而係多重約束之下嘅理性拘謹。簡單嚟講，西方係為通脹會唔會捲土重來而設防，中國係為匯率同資本外流而按兵不動。同一桶油，
西方怕佢燒起通脹，中國怕佢燒穿匯率。不過呢度有一個未解問題，如果內需真係首要矛盾，點解貨幣端可以連續14個月一動不動？點解要將重擔全部推俾未兌現嘅財政同產業政策？流彈藥係一個講法，但彈藥流到敵人都走晒，可能就係另一種決策失誤。市場等政治局會議刺激信號已經等到麻木，如果今次又只聞樓梯響，穩字當頭同拖字訣之間條界線，恐怕就要由 A 股同人民幣替官方重新定義啦。好，講完目標函數，而家講第二個支點，就係衝擊吸收能力，即係 shock absorption。點解咁不對稱？中國面對油價衝擊，手上有幾張牌係西方冇嘅，一張係龐大嘅戰略同商業原油儲備，可以透過調整進口節奏或者動用庫存去平滑成本。事實上，按海關總署最新公布嘅6月數據，中國原油進口按年大跌41.3%，去到大約2927萬噸。高油價時主動壓縮進口，再消化庫存，呢個就係以儲備換緩衝嘅教科書動作。第二張牌係全球最完整嘅可再生能源產業鏈，長線嚟講，佢會降低中國對進口原油嘅邊際依賴。第三張牌係相對封閉嘅資本帳，呢個平時係老問題啦，但喺避險情緒即係 risk off 嘅時候，反而變成臨時堤壩，可以防止熱錢一下子奪門而出，所以會有一個反直覺判斷。喺多線地緣壓力之下，中國封閉資本帳短期竟然係穩定器，但呢度亦都有第二重質疑。堤壩擋得住熱錢流出，同時都擋住長線資金流入。港股同 A 股長期估值折讓，有一部分正嚟自呢道牆。你好難既要資本帳安全，又要估值重估，呢個就係中國本土版本嘅脫貧式兩難。你唔可能同時享受封閉嘅安全感，又同時享受開放嘅定價權。調翻轉頭講，西方吸收衝擊嘅能力都唔係鐵板一塊。美國有頁岩油做內部對沖，油價越高，頁岩油越有利可圖，所以美國經濟對高油價嘅痛感遠低過歐洲同亞洲。呢個亦解釋咗一件事，華府喺中東衝突入面嘅容忍度結構性高過任何原油淨進口國。好多評論人講中東地緣忽略咗呢一點，美國已經唔係1973年嗰個一被禁運就跪低嘅美國，能源自主徹底改寫咗美國喺中東博弈入面嘅風險偏好。好，下一段要講台海，我會咁定位，台海係成數，唔係主因。7月23至24日，福建東山島一帶嘅2日實彈演習，屬於灰區壓力同常態化展示嘅延續。今個星期未見到大規模升級，亦未見到直接經濟封鎖嘅跡象。佢真正作用係喺中東熱戰正酣，美國注意力被牽制嘅時候，測試華府多線分心之下嘅反應速度，同時順手抬高亞洲供應鏈嘅隱形風險溢價。傳導機制有3條，第一條係航運同保險費率，如果台海同霍爾木茲同時緊張，亞洲航線嘅戰爭險附加費就會面臨重新定價壓力。第二條係半導體供應鏈情緒，任何台海噪音都會直接反映喺晶片股同庫存策略上。今個星期台積電相關個股就喺演習消息之下承壓走弱。第三條係資本流動嘅邊際定價，令港股同 A 股喺同一個宏觀十字路口承受額外地緣折讓。但我想對主流敘事再補一刀，將每一次台海演習都當成開戰前奏嚟定價，長線嚟講係一種會被市場套利掉嘅錯誤。灰區行動嘅本質係用最低成本維持壓力，呢個恰恰說明北京目前無意付出真正戰爭嘅天文成本。真正要追蹤嘅唔係演習本身，而係演習頻率同強度嘅一階度數，即係話係加速定係維持常態。今個星期嘅信號係常態化延續，唔係加速升級，兩者對風險日價嘅含義係天差地別。仲有一個值得玩味嘅悖論，台海壓力抬高短期日價，但同時強化中國自主可控嘅產業敘事。每一次去風險即係 de-risking 嘅呼聲，反而替中國半導體國產替代，提供政治正當性同訂單。呢個係西方對華科技圍堵嘅長期反效果。你越逼人自力更生，人哋就越可能真係做到。好，去到呢度，我哋要檢驗一個市場最愛用嘅框架。1970年代滯脹類比仲企唔企得住？表面睇的確有幾分似中東衝突，油價飆升，通脹預期抬頭。但呢個類比套喺2026年至少有3個位失靈。第一，1970年代係需求過熱加供給衝擊，今日全球嘅核心問題，尤其係中國係需求不足，而家係通縮風險同埋通脹衝擊喺度拔河，唔係單向滯脹。第二，1970年代嘅美國係能源淨進口國，今日嘅美國靠頁岩油已經基本自足，傳導鏈完全唔同。第三，1970年代各國央行政策高度趨同，大家都喺滯脹泥沼入邊掙扎，但係今日係史詩級政策分化，西方防通脹，中國穩增長。所以與其話係1970年代重演，不如話係不對稱滯脹，同一個供給衝擊打出完全唔同嘅宏觀後果。滯脹類比作為情緒錨或者仲有用，但作為分析框架就已經去到極限，因為佢假設咗一個同質化世界
但係2026年嘅世界正沿住地緣斷層加速異質化。再講修昔底德陷阱嘅多前線版本，傳統版本講嘅係守成霸權同崛起強權嘅雙邊對撞，但係今個星期嘅圖像更接近多前線消耗。美國同時喺中東熱戰、印太冷壓力，再加上國內政治極端化，三條線上分散注意力。對中國嚟講，呢個既係機會，因為華府分心，但亦都係陷阱，因為容易誘使誤判華府決心。呢個框架真正要問嘅係，當守成霸權被逼多線作戰，崛起方應該趁虛而入，定係應該警惕對方越分心，誤判風險越高？我傾向後者。喺多前線世界入邊，最貴嘅唔係實力，而係溝通失靈。好，講到呢度，兩邊都唔好自我感覺良好。對美國嘅批評好清楚，能源自主俾咗華府喺中東博弈入邊一種道德豁免感。反正高油價痛嘅係盟友同對手，自己頁岩商仲可以賺錢。呢一種別人流血我收租嘅結構性優勢，正正係美國雙重標準嘅物質基礎。佢一邊高喊全球油價穩定，一邊又樂見對手承受輸入性通脹。呢個唔係陰謀論，而係能源地圖改寫之後赤裸裸嘅利益。對中國，我嘅批評亦好直接。Q2 GDP 4.3%，已經連續多季敲響內需警鐘，但貨幣端仍然連續14個月零動作，將所有希望壓喺一場又一場政治局會議前瞻，穩字當頭。如果淪為拖字訣嘅遮羞布，咁過度投資、輕視消費、資本帳半封閉，呢三樣老結構病只會喺下一次外部衝擊入邊再被放大一次。中國真正嘅不對稱韌性唔應該嚟自資本帳嗰道牆，而應該來自一個真正被激活嘅14億人內需市場。但後者到今日仍然係簡報，即係 PPT 多過現金流。咁未來點睇？真正答案藏喺未來2星期嘅兩個窗口。第一個窗口係7月28至29日嘅聯儲局議息會議，佢會回答一個問題：西方會唔會因為油價而轉鷹？如果 Fed 釋放信號話油價只係暫時性，減息路徑仍然要睇，咁風險偏好即係 risk on 就有機會出現。但係如果 Fed 被油價逼到重提加息，新興市場同港股就會再承壓。第二個窗口係之後嘅中國政治局會議，佢會回答另一個問題：中國會唔會終於出手？如果政治局會議端出實質財政同消費刺激，中國有機會成為全球需求嘅錨。但係如果又係只聞樓梯響，咁不對稱韌性就要打個大問號。因為韌性如果只靠唔出事嚟維持，嗰個唔係韌性，係運氣。至於台海，我嘅立場好明確，今個星期佢係風險溢價嘅調味料，唔係主菜。真正要擔心嘅唔係今次演習，而係當中東同印太兩鍋水同時燒開，任何一方一次溝通失靈，都可能將灰區以外煮成紅區。留一個問題俾大家諗：當全世界都問油價會唔會破百，其實更應該問嘅可能係另一件事，係一個政策徹底分化、地緣多線受壓嘅世界，全球宏觀呢個概念本身係咪已經名存實亡？如果答案係肯定，咁未來嘅 Alpha 就唔再來自壓住單一宏觀方向，而係嚟自精準捕捉分化同斷層之間出現嘅定價錯位。呢個先係2026年下半場真正嘅 endgame。好，今集嘅內容就差唔多到呢度。如果你想知我更多對於宏觀以及個別公司嘅詳細基本面分析，歡迎你加入我哋嘅會員專屬內容。我哋會喺會員區提供更深入、更具體嘅分析，連結就喺下邊嘅資訊欄。今集嘅跨市博弈就到呢度，我係徐立賢，我哋下一集再見。